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有没有觉得常常我们每天起床、刷牙、洗脸、准备上班，然后上了8、9、10个小时的班，然后回家之后吃晚饭、看电视、追剧，然后再来就是洗澡、刷牙、洗脸、睡觉，每天好像就是一直这样过着重复的日子。然后活着一个好像都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状态，然后每天都是忙，每天就有一堆人拿东西跟你说，哎，这件很急，赶快做这件事情。有个人打电话跟你说，嘿，我需要跟你聊30分钟，这件事情发生了，很紧急，听我说。然后你一整天就这样过了，但是都不知道自己的时间到底花在什么事情上。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有效管理自己的时间，拿回你的人生的掌握权，活出你自己想要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呢，如果你对于自我成长、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或者是职场方面相关的议题都有兴趣的话呢，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哦。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时间管理、有效时间管理这个部分，其实是来自一本书，作者 Stephen Covey 他所提出来的。那我们在描述栏的部分也会放下这一本书的连结，让大家去参考。在书里头呢，他就有提到，我们人生呢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用紧急度和重要性来去把它划分成4个向度，也就是紧急跟不紧急，重要和不重要。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有4个向度来看。那紧急呢，就代表说这件事情必须要马上解决，马上处理。非紧急呢，就是你可能需要处理它，但是可能不需要马上，可以是3个月之后，也可以是1年之后。那这种就是非紧急的事情。重要性的话呢，只是有些事情很重要，我们必须要完成，又或者是我们非得要有，例如说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家人的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些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那这些就是重要性的部分。那有些东西呢，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例如说闲晃啦，或者是发呆啦之类的，有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重要，那就是非重要性。那我们就透过这样子划分呢，来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用这样子的方式一个一个来划分，来去想我们这件事情我把它放在哪里。当我们能够更清楚的去厘清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每一件事情发生到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一个当下，我们都觉得它又紧急又重要，我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在这件事情上。OK，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吧。首先呢，第一个向度就是又紧急又重要。那被放在这个向度里头呢，我们通常都是称为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例如说像假如说家里的孩子突然生病了，上吐下泻，那这种事情非常的重要啊，又非常的紧急，一定必须要马上处理。因为这样子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花费非常的多的精力去马上把这件事情抚平或者是完成，我们会做完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这种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并没有往你想要的目标前进，因为你都在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尽量把这样子的一个 Quadrant 1的一个部分呢，减少到最低。好，接下来 Quadrant 2 就是呢，不紧急但是很重要。什么样的事情是不紧急但是很重要呢？例如说身体的健康。如果说你现在告诉自己，我希望我今年可以活得更健康一点，我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人生，你觉得你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也许会是每天都可以让自己可以运动30分钟，又或者是每周都可以出去，例如像到大自然去登山，或者是去游泳之类的，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那像例如说你可能觉得我需要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很平静很平稳，保持一个冷静的一个状态，那你觉得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我应该要做哪些事情？那些会对于我自己期待的一个理想状态来说是很重要的呢？例如说可能
每天练习让自己静坐15分钟，或者是每天让自己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做哪些事情是可以再更努力的，或是可以改善的。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它可能不紧急，因为它不是你需要马上处理，但是它对我们整体而言的人生规划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又或者是说呢，你希望我可以跟我的另外一半感情更好，那这一样的不是只有我们想一想就可以了，而是我们必须要想，那我接下来我要怎么样花一些时间在这个很重要但是又不紧急的事情上面去多做一些努力，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部分有所改善。那其实呢，我们大部分的人会建议说，我们尽量把很多事情是放在 quadrant 2，也就是我们把所有时间跟精力放在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但是也许它没有那么紧急，所以我们可以花时间规划一些时间，包括可能每天花一点时间在这些很重要但是可能没有紧急度的事情上面，来让我们人生朝着我们自己想要的那样子一步一步的方向去迈进。好，接下来 Quadrant 3就是比较紧急但是不是那么重要。那什么样是紧急又不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例如说，当你在工作做到一半的时候，电话响了，那你可能就会想说要把它接起来。那如果你的电话常常是有铃声响的时候，当那个铃声一响，你马上就会觉得说我应该把它接起来，因为不接的话会觉得很吵，会觉得很烦，所以我们就会马上把它接起来了。但是可能这个是一个销售电话，可能是人家要你买保险，又可能是诈骗，所以呢，它其实就莫名的浪费掉了你3分钟、5分钟的时间。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看起来紧急，但是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的事情。又或者是呢，可能如果我们在工作场合当中呢，有些时候，例如说同事可能大家想要闲聊一下，一聊就是聊个半小时到1个小时，像这样的事情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找你诉说很多事情，瞬间变成它是一个很紧急，因为人家直接来找你了，但是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我们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上头。那我们尽量要减少像这样子的一个紧急但是不重要的。那我们的手机呢，又常常会有那种 notification， 就是每一个软件都会有他们的一个讯息通知，例如说，哦，你这里有3个未读通知，又或者是这里有10个未读信件，那里有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会一直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吸引你，不断的再去看这个软件，再去看这个讯息，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的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的被偷走了。所以尽量的让自己习惯把这些会让我们分心的一些干扰因素减少到最低，这样你才能够提升你工作的效率。第4个呢，就是既不重要又不紧急。那像这样子的事情有哪些呢？例如说呢，我们可能会想要睡前就在那边滑手机，一直滑一直滑，因为我们可能平常工作时间很长，又觉得工作的时候有好多事情要做，好多会议要开，你知道吗？其实在一份文章发表里头当中有提到所谓的报复性的失眠，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太多事情不受我们的控制，反倒我们变成下班之后呢，会常常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让我们延迟去睡觉这一件事情。因为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会有一丝丝感觉我在掌控我的时间，因为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那其实这样反而会拖延我们正常睡眠的时间，导致于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反而觉得更累，然后更没有办法好好的有精神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结果就这样不断的造成一个负向的循环，这是值得注意的哦。所以呢，在这种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上头呢，我们可能尽量让自己，例如说我觉得我想要去看一看这些讯息啦，或者是我还是很想要追剧啊，尽量让自己有自律的限定在某一些时间里头做，那也是有限度的去做，例如说可能睡前或者是晚饭后看一下电视剧，结束每天只看1集，然后结束之后就可以去准备上床睡觉，或者是准备明天要做的事情，让自己不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无意义的行为当中呢，不断的做，不断的重复，然后浪费掉自己宝贵的时间。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觉得这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有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哦。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讯息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对你或身边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并分享出去。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